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就是 M412和416的一个 CAN 的说明哈，就是介绍。我们接下来会从以下6个部分进行 CAN 的一个介绍哈，就是首先的话就是我们 CAN-FD 的话一个协议的主要特征，然后 CAN-FD 跟我们之前的 CAN 2.0之间的一个主要差异，然后就是我们亚特力 M412跟416的一个 CAN 的介绍哈，就硬件这部分，然后就是我们的一个 CAN 的真的发送、接收跟那个过滤器的一个处理啊，会按6个部分来进行介绍哈。首先的话就是我们 CAN 的协议的一个主要特性，CAN-FD 的话，我们是向下接龙的，就是 CAN-FD 节点它是能够发送和接收 CAN 2.0的消息的哈然后的话就是它的错误效应和改正的话，它是基于最多21位CRC 效应，然后就是消息的一个优先次序，然后延迟时间的保证然后比特率的配置灵活性时间同步的多波接收系统范围内的数字一致性，然后每条信息最多是64个字节，多主机，错误的检测和信号传递区分节点暂时性的错误和永久性错误故障，并自动关闭问题节点CAN-FD 的话，主要相对于之前的就是传统的2.0的话，它具有一个灵活性的数据比特率了然后它是在我们2.0的一个后续协议的一个扩充它具有就是分布实时控制和极高的安全性，它这个 CAN-FD 是博士开发它并标准化了适合于工业汽车的一些通讯控制理论上来说 CAN-FD 的话，它的比特率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它可能受限于就是 CAN 收发器和总线的一个结构影响然后就是 CAN-FD 的话，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比特率是可以切换的如果你开启了一个 BRS 位的话，它是比特率是可以切换的也就是说它在发送数据的一个数据阶段，它是可以更高的速度进行传输，然后中途的话，它是以标准的一个速度进行传输。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CAN-FD 跟我们之前的 CAN 2.0的一个主要差异首先的话就是 CAN-FD 它是向下接龙的就是说接龙之前2.0的然后就是 CAN-FD 的话它的比特率理论上是无限制的但是刚刚有讲到，就是它可能给你外部的一个收发器那个可能有限制和总线的一个那个结构可能有限制然后之前的话我们2.0的话就最高是1兆嘛，然后的话 CAN-FD 主要特点的话就是它是可以最大数据的话一帧数据的话是64字节我们之前2.0的话是8个字节然后的话 CAN-FD 的话它有增加这几个位，就是 BRS 然后 FDF 然后一个就是 ESI这个等下面会介绍就是会具体介绍一下然后就是一个 CRC 字段支持未填充的技术FD 它是支持的之前2.0它是不支持的然后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就是 CAN-FD 的话，它是没有支持远程帧的2.0它是有支持远程帧，这个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就是我们比较直观的看一下，就是 CAN-FD 的帧结构就是标准的一个帧格式帧结构，跟我们之前的2.0的一个
真格式它的一个差异哈。其实是最主要的就是多了这个就是FDF，然后 BRS 位，然后 ESI 位哈，然后接下来就是它可能的就是数据位的大小不一样哈，就是数据的话，比如说2.0的话，它最多是8个字节的一个数据域哈，然后 FD 的话是最大是64啊，这是可设置的。刚刚有讲，就是我们 FD 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可以就是负载数据的话，它最大可以到64它是可设置通过DLC 的话，它是可以设置最大可以到64，然后2.0的话，它最大只有8就是余真数据的话，最大是8个字节，然后哦，这里还讲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看 FD 的话，增加的3个位增加的3个位就是一个是真格式的一个控制位就是如果是隐性的话也就是电平为1的话，它是表示这个针就是 FD 的针如果是显性的话它就是表示这个是2.0的针。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刚刚有讲的 BRS 的话就是比特率的一个切换位它这个的话如果是1的话，它是可以切换就是在数据阶段它可以更快速的以比特位来传输数据如果是0的话，它就整针是以一个标准的一个比特率来传输数据，整针都是以这个比特率。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错误的一个状态指示位是指示这个节点处于主动错误还是被动错误，这个的话刚刚有讲就是一个我们数据的一个设置KFD 的话最大的一帧就是包的话，A 包的数据的话是64，这是可设置的。然后接下来是讲一下我们亚特力 M412跟416的一个 CAN 的硬件设计。接下来就是一个框图，就首先的话就是你看到这边左边它是一个 CAN 的一个收发器然后在我们 MCU 这边的话，它首先会有一个收的话，它会有一个接收过滤器通过接收过滤器之后，就会把数据收到我们的一个接收 FIFO 里面。然后发送的话，它会有2个一个高优先级的一个PTP 一个 FIFO 然后次优先级的话是一个 STP 一个 FIFO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控制就是一个 data bus 和一个终端这里是一个分屏我们亚特力 M412跟416的它是支持 CAN 协议就是CAN 2.0的，然后 FD它都支持然后就是波特率的话就是比特率它是可以设置的2.0的话最高是1兆，然后 FD 的话刚刚有讲就是它可以理论上是可以设很高但是它可能设限于一个收发器和控制器的一个时钟频率，然后我们的那个波特率的话，它是可以分频的就是从1到32它是可选的然后接收 buffer 的话buffer 的话我们是为6级深度然后发送的话就是有2个，一个是 PTP， 一个是 STP 这个 PTP 的话优先级会比较高优先级然后稍微不同的话就是我们之前的话，比如我们403的话就是14个就是接收的一个过滤器，但是我们 M412、416的话它是
应该是416嘛就416，因为412的话它是不带KMD 的就416它是只有16个，就是比之前是多了是16个接收过滤器然后跟之前一样就是它是有什么只听模式、反馈模式都有然后重新仲裁和重新发送的一个限制然后稍微有个新功能是接收器的一个待机模式然后就是支持一个时间戳的一个功能CIA 的603时间戳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M412、416的一个 CAN 中的发送处理发送处理的话，就是在启动真发送之前的话，我们确保就是我们的发送发火它是有数据的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发送的话，刚刚有讲它有两个，就是一个 PTP 跟 STP 然后设置流程的话就是首先就是你去选嘛，是 PTP 还是 STP 然后像这个就是发送 FIFO 里面写这数据如果是对于 STP 的话，它设置就是这一位设置的话，就是表示 STP 的这个有数据如果是 PTP 的话，它是不用去设置它可以重复写，然后覆盖之前写入的数据。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 PTP 的话，它优先级是始终高于 STP 的如果是说有两个发送指令就是这两个发送环节去同时收到发送指令的话，它肯定是先发送PTP 如果是说 STP 它已经发送到一半的话，那肯定是让它继续发送，发送完之后在下一帧的间隔的时候然后看肯定是如果是 PTP 里面有那肯定是以PTP 先发送因为它的 PTP 的优先级比较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就是发送的一个 FIFO 的一个结构图就是PTP 的话它是高优先级然后 STP 的话它是相对来说是低优先级、次优先级这个是我们真发生的一个代码我只是截了少部分至于整个代码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BSP 的我这次只是截了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写 FIFO 的话就是写 FIFO，然后如果是 STP 的话，去设置这一位然后真接收的话，就是我们接收的数据它会放在 RB 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接收 FIFO 里面然后这个 FIFO 它也是有率级深度它的运作就是类似于我们的一个FIFO 然后的话就是它读取顺序的话，就是首先就是 FIFO 一个这个就是最早的话最早接收的数据它是先读取然后然后读取完它是通过设置这一位来释放我们的一个RB 的一个槽这个是我们接收的一个buffer 的一个结构图这个是我们接收的一个就是我只截了一部分就是具体的话可能是要看就我们 BSP 的一个它其实也就是
接收，然后之后然后设置这一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讲一下我们那个接收过滤器哈，就是看的接收过滤器。M412跟416的话，就是 CAN 的话，它接收过滤器跟我们之前的403的话有一点不一样。之前的话我们比如说403的话，403A 的话它是有列表模式和那个源码模式嘛哈，但是416的话哈，它只是这里是看的话，它只是相当于我们之前的一个源码模式。源码模式。如果是说我们设置的接收屏蔽位的话，如果是哪些需要比较的话哈，比如说我们设为0的话，就是说使能比较所选的接收代码与我们接收帧的相应位设置为0的话就是比较设置为1的话就是关闭接收过滤器，就是说直接接收该帧就是不关心就是不比较设置为1。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接收过滤器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示意图哈，我们这个是有16组就是比如说N 是16就是0到15就是16组然后这个就是源码，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要比较的一个接收到一个真的码然后这个是我们设置的源码。这个是我们抓的一个正常的我们 KFD 的一个通讯就是最主要是我们这个 KFD 它是一个帧的话，它最大数据是64嘛然后我们看我们从0、1、2，然后最大64，这里是我们写的是63嘛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它多了几个位就是我们一个 BS 位，然后 ESI 位然后有一个帧格式位就是帧的格式就这多的这3位。然后这里其实它这里数据阶段的话，它那个就是它的比特率是比较高的这里可能就是我们实际没有展开，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其实它传输数据的时候我们这里的话，我们的历程是以5兆来进行数据传输的OK，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到这。